小雨饿了吧？姐请你吃宵夜，顺便庆祝你演出成功。剧团大家今晚约了庆功会，说要聚餐。战宇，来合影了。那你先跟他们去吧，咱们改天。放心吧，你姐我能照顾好。姐，你注意安全。去吧，等你呢。玩开心。小，饿了吧？咱们俩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去过1/3呢。走，我让厨师给你整点海鲜。我还就对那些昂贵的玩意儿没兴趣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去家陪我去撸个串儿，我就爱吃那口。没问题啊，我知道有个好地方。很少有女生好这口。我还就好这口。哎，这家店味道真不错，你怎么发现这店的？那个老板是我一个老朋友了，我经常过来解馋，绝对是骨灰级的脏摊儿。但凡吃过的人，一提到宵夜，肯定狠狠的来这儿撸一顿。老杨，来5个腰子，10个心管，20个肉筋。哎，好嘞。来，谢谢严老板带我来见证这么牛的脏眼摊儿，走一个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敬我酒？你喝不啊？不喝我干了。哎呀，季老板酒量可以啊，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在这种地儿吃饭有什么好装的呀？高兴就行了呀。哎，咱们俩酒也喝了，现在算朋友了吧？看着你也爱撸串的份上，给你个酒友的机会。哎呀妈呀，奋斗2个月，整整2个月，我也混成季小欧的酒友了，我容易吗？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自己喝一个。我说严大老板，像你这种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，不去泡女模、大家闺秀、女明星的，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？我就好女流氓这一口。哎，我们队里也有规矩，姑娘1杯，爷们喝3杯。你这速度，我把命搭上也赶不上。哪有这么多规矩啊？我喝酒就一项原则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哎，好了，别一碰酒就把自己当女汉子，少喝点。你怂了啊？我严谨怕过这个。那就再开瓶。开就开。战宇今天晚上演奏实在是太棒了，他以后一定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一定可以。以后你不准欺负战宇，他现在是我弟，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。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啊？行行行，我得多向你学习，多多帮帮这个孩子。你说战宇这么好一个孩子，怎么就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啊？人各有命，老天爷给什么都得接着。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，皮实着呢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我就觉得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把不公、疾病、贫穷都发生在了战宇的身上，还袖手旁观，毫不作为。这个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战宇这个孩子虽然命苦，但他遇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，他是幸运的。我知道我不是女超人，拯救不了世界，只是力所能及的帮战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。这还微不足道？你比他妈对他都好，气都死了。你这么霸道富态，一点都不叫人心疼可怜。我就当你在夸我。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只要战宇他自己肯努力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都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严谨。
景聊了很多。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回想起前段时间严谨为我做的那些事儿，他的确在用各种行动打动我。纵然我再铁石心肠，面对这个真诚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，我终究还是招架不住了。呀，小五宝贝，起床了，来吃早饭。昨天是不是你扒了我衣服？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？你的衣服是你自己脱的，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。要我说啊，咱要是不能喝，以后咱就不喝了啊。来，吃饭吧，坐。你的嘴怎么了？啊，嘴啊，应该是昨晚亲我太用力了，没事。你个臭流氓，占我便宜，你想死想死是不是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占你便宜。你要不是耍流氓，为什么不送我回家？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。你自己翻翻你的包，看看钥匙还在不在。我严谨啊，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绝对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儿。我这一大清早顶着宿醉，亲自下厨给亲爱的你做一顿早饭，你是不是好歹得感动一下？谁是你亲爱的呀？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宝贝，你这么做事儿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你好歹吃完饭再走。别说，你穿我的浴袍，还挺有感觉。滚！臭流氓！小宝贝，下了班早点回家。对了，晚饭想吃什么呀？想好了给我发微信啊。要不要再喝点酒？今天晚上咱们喝点白酒啊！白酒劲儿更大，来得快。滚！老板，老板，结账啊，老板。抱歉啊，一共消费78。姐，喝口水。谢谢。
昨晚和朋友玩得开心吗？几点回家的呀？姐，你昨晚真在严谨家过的夜？我昨晚喝大了，去严谨家睡的。不过，我睡的卧室，他睡的客厅。姐，严谨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儿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你的咖啡。二位，先看一下菜单。哎，战宇今天休息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要喝什么自己坐下来点，我牵着忙。二位要什么？二位慢点啊。你到楼上干嘛？帮你收拾行李，你也歇2天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你有病呀！没看到我在忙，要疯你自己疯。都忙这么久了，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啊。跟你出去玩，你当我傻呀？赶紧走人！走不走？走！哎，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呀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哎，你怎么不夸我？有些人每分每秒都在夸自己，还稀罕被别人夸呀。你不会是要去利川吧？我倒是跑出来玩了，生意还做不做呀？你放心吧，咖啡馆那边我已经找人帮你盯着了。到了利川以后，手机、相机、无人机我已经全准备了。我会24小时全程做季小姐的私人摄影师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当一回销售掌柜。做完了，我可要提速了。战宇知道你在严谨家过夜了吗？我只是借宿他家，并没有做什么。关键是战宇是不是误会了你们？不知道，我没有明确问过他这个问题。关于我私人生活的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不说？不可以。凭什么？就凭这些事情，都跟战宇有关系。请让我亲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请让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马上就要到家了。钥匙呢？钥钥匙呢？我刚刚上厕所，我以为钥匙掉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进不了家门，只能睡大街了呀。我不要睡大街，我不要睡大街，我的小摩托。好，不睡大街，不能睡大街，坚决不睡大街，走。
到家了，拜拜。哎，你慢点啊！拜拜。别崴着脚，哎，这一边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好舒服！我还没喝够呢。啊，我还没有喝够。哎，好热，胸又好紧。好热。啊！哎呦！怎么突然还诈尸啊？哦，不痛不痛，我跟你确认。季晓，老板，这肉没熟。哎，季晓，你是不是装醉报复我？我没醉，接着喝。以后不能喝就少喝点，我可不跟你喝酒。赶紧睡。你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？长得还挺帅。多帅，哥自己知道。你别说话。我要把你藏起来。哎，季晓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哎，电话响了。肯定是严姐，家伙一天到晚给我打10多通电话，烦死了。啊，你说那个严谨成天到晚骚扰你啊？那他是不是特别讨厌？也不是很讨厌，其实，哎呦，我肉挺可爱的。晚安，丫头。恭喜梅姐跟刘总了，顺利的拿下了梨园的海鲜供应。还是全靠弟弟你开路啊！没错，这杯酒我们得敬敬你。来，哎呀，市场啊，咱们是占了，但是运输物流这一块，弟弟说一句不好听的，以你们公司目前这个实力，恐怕是供应不上。这海鲜啊，最考验运输实力了。从温阳口岸到各个仓库，再到大小市场，最后到餐厅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。如果物流这一块咱们能跟上，
利润至少能提升20%。太对了，物流这块确实是我们公司的弱项，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提升这块的能力。严总的父亲成达物流不就是当地最好的物流公司吗？咱们可以跟严总取取经啊。老爷子一直都想退休，把成达交给我来打理。但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，骨子里就比较懒散。我能把这个1/3餐厅做好了，就已经不错了。但如果梅姐需要这方面的业务支持，我分分钟帮你联系，哪怕单拉一条运输线都不是问题。严总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之前对咱们是百般拒绝，现在连老爷子的物流公司都拿出来共享了。之前刘总找陆万金合作，不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运输实力吗？既然陆万金不想跟咱们合作，那我作为合伙人，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支持，理所应当啊。理所应当。刘总啊，刘总这个人都太好面了，宁愿私下找人补短板，都不愿意跟我开口。咱们呢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做生意，咱就要把利润最大化。如果每一回都是因为刘总的运输线出了问题，影响到咱们的合作，我这个作为合伙人呢，我可不答应。哎，我个人啊，表示支持严总的提议。谢谢严总提醒，这件事儿啊，我回去会认真考虑的。考虑考虑。来吃吧，吃饭。哎，吃饭。然后你们手会放这里。战宇这小子做事非常谨慎，手机一直不离身。没办法，想要达到目的，我就要自己创造机会。什么情况啊？我说妍姐，你就不能消停2天？我这不闲着没事做吗？想着帮你清理一下水槽，谁知道这一碰就炸开了。小身板不行啊，赶紧上楼洗个热水澡吧。不用了，还是上楼洗一个吧，别着凉了啊！真是服了你了。姐，哎，水凉了。啊，那你等一下，我马上上去。好了吗，小雨？我试试。啊，姐，水好了。我给你拿条新毛巾，你等下擦干啊。好的。我就下去了。来了吗？哎，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。
香啊！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儿子这手艺，就算将来以后不拉琴了，开家面馆也能养活自己。钱要拉，面馆也可以开。好。你不吃吗？我不饿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钱，你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我是你爹，我来看老婆孩子，警察管不了我。你说钱放哪儿了？你滚啊！你别拉杆了，你给我走！你走不走？要钱是吧？我给你，赶紧给我滚！就这么点钱，竟想打发我呀？你拉小提琴不是挺能赚钱的吗？下回可不能这么怠慢你爹了啊！啊！哎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没事，钱我还可以再挣的。你又拿钱去买毒品去了，真是造孽呀！KK 的上线查到没有？我们研究了 KK 小号的通讯录，那上面全是些买家代号，而那个六哥就是刘伟的马仔六子。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。每当到决策的时候，小美人就很听刘伟的。每当我就要说服小美人的时候，刘伟都会蹦出来影响他。所以 KK 这小子必须得成为我们的人，为我们获得情报。我查了一下他银行账户，发现他有将近10万元的存款。所以这小子在不缺钱的情况下依然去贩毒，看来他心里的阴暗程度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。有些事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。经过我的观察，这个小子本性并不是很坏，一心想做一个小提琴家。像他这种深陷无底洞，却又不甘心死的孩子，只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，他想都不想，一定会牢牢抓住。真没想到，你也有悲天悯人的时候。合着我在你心里是个冷血动物。你也是考虑到纪晓鸥了吧？小欧一直把赞宇当成弟弟，我也不想让他难过。发展 KK 难度很大，他行动很隐蔽，想要人赃俱获几乎不可能。那就创造可能。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检察办，请配合检查。往哪儿跑啊？警察，你抓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你给我铐上，把口罩摘了。不是，我到底怎么了？
把口罩摘了。警察大哥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这是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不是我的。我不经常来这种地方玩，我没见过，真的，这东西不是我的。你以为我们是随便抓你的吗？啊 ，KK，什么 KK？ 本名叫战宇，在酒吧街贩毒的时候就叫做 KK。我们跟了你很久了，你还狡辩？知道这点东西能判你多少年吗？我想起来了。刚才那个人他撞了一下我，这东西肯定是他放我身上的，不信你们去调探头。自己看看吧，连集团内部什么关系都不清楚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闷头替别人卖命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撞你那人很有可能就是六子的其他手下，眼红你的销量，故意害你的。这种人我见多了。山上这些人就两个结果，要么被抓了枪毙，要么被他们弄死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警察大哥，我死了我妈怎么办？你跟我说有用吗？我真不是故意要干这个的，还是没办法。想活着吗？嗯。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你。你说，只要我能活，你说什么都行。将功补过，协助警方破获小美人犯罪集团，你就有一线希望。即便将来到了法庭上，你也算是戴罪立功。我们调查过你，妈妈重病，父亲吸毒酗酒，还有家暴，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了你一个人的身上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你仍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。好好想想吧。我答应你，我愿意配合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跟六子接触多吗？关系怎么样？他平时挺照顾我，很多次想跟我长期供货，但我都拒绝了。那接下来你就要想办法了解集团内部的情况，尽可能通过这个六子，或者直接获取核心人物刘伟的动向。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我会随时和你保持单线联络的，啊。
喂，六哥。周五跟我去趟利川。去利川啊？我周五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六哥？让你去就去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嗯，行。6声 KK 在服务区，准备到利川。车牌号是云 T 7759。KK 要跟六子去利川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，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。这孩子状态不对啊，我担心他只说不做。他们俩去利川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我想到利川看一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容易暴露身份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方法，你只要提供他们的定位就够了。就这样吧，开始行动。战宇今天休息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你上楼干什么去了呀？走！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开这么快，不要命了？你做完了，我可要提速了。战宇怎么可能会死？谁会杀他？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？时间紧迫，咱们继续吧。啊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警察，我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跟死者有关系的人，请你配合一下。警察同志，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赵廷辉。原来是赵副支队长，久仰大名。严总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好吧，那咱们回到正题上。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纪晓鸥，那你怎么看待他跟战宇之间的感情？赵警官，你作为纪晓鸥的前男友，那你怎么看待纪晓鸥和战宇间的感情呢？好好记。头儿，这还记吗？记，这是我的证词，少一个字我都不认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现在是我在审你呢。刘伟的毒品交易才刚刚开始露出水面。好啊，那我就好好跟你说一说利川之行。你怎么看待你跟战宇之间的感情？我只是把他当弟弟。
你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对他动过心吗？我承认，战宇是个人人怜爱的男孩，但我对他的感情从来就是一种亲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之前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在你心里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完美，无所不能。但是后来，在他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。也许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。你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这可以停车吗？没事，马上回来。找到一家还不错的客栈，走吧，上车。哎，你好，先生你好，办理入住，请问一下。哎，谢谢。我的背影有这么迷人吗？是吗？没注意到。给你，只剩一间关键房了，这里最好的房间，我住你楼下。杨老板破费了。季老板客气。现在5点半，咱们到焚香沐个浴，20分钟以后咱们楼下集合。我带你吃点儿，喝点儿。好啊。严谨，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等啊，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酒。
亏你还是武警出身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跟季老板吃饭，我总得洗得干净一点嘛。你一个大男人动作这么慢，太不雷厉风行了。晚上吃什么呀？反正不吃辣。刚才就一直在看手机，吃饭的时候能别晚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突然跳闸，一个老太太在洗手间里摔了一跤，骨裂，家属狮子大开口，要我赔10万，点背。我之前也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人，自己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，烫伤了手，还赖我的店员。唉，为了息事宁人，我还赔了他1000块。想开点吧，这年头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就都不是问题。哎，都说利川没有古城好玩，我倒觉得挺热闹的。这条街上的小店也挺有特色的。来过利川几回啊？我奶奶是利川人，她15岁之前住在宁海对面的龙勘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很重，一起去援藏。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，奶奶在我心目中才是大英雄。她年轻的时候跟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我爷爷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奶奶一个人撑起了店铺，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。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你在这拿手机发不就得了？文件在我电脑里我发完就回来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乖乖等我回来。老板，再来杯长岛冰茶，谢谢。好。七桥，醒醒，睡着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别提了，刚发完邮件，老太太家属电话就给我打过来，说我们经理态度不好，不仅要加钱，还要起诉我。我这好一通说呀，说得我嗓子都冒烟了，才同意私了。就一直干坐着等我，不下去走一走？不是你让我等你吗？真是一只听话的哈巴狗啊！少废话，罚酒。哎，你酒喝到一半就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罚？但人家打烊了，要不要买点酒，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，边喝酒边俯瞰整个宁海的夜景，多惬意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要真想睡你，我等到现在了。你能不说这件事了吗？这样，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哼，行。杨老板，你能不能安静1分钟？
就1分钟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每天收工都能在这样的露台喝上一杯，就算只能活到30岁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呸！磨木头，至于说这么丧气的话吗？跟哥说，你看上哪家客栈还是院子，哥给你买下来，把似水流年搬过来不就好了吗？我知道你有钱，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。也对啊，感情就是买不来的。你几年没有谈恋爱？ 2年了。前男友是谁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因为什么分手？你查户口呢？这夜色缭绕的，不聊聊情感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你前女友是谁？在哪儿工作？因为什么分的手？我谈过3个女朋友，有音乐老师，有演员、模特，可他们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的钱。我往钱砸出去了，人还是留不住。我交代完了，赶紧的。
要，我想再多睡会儿。哎，别睡了，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打。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？是啊，小猪都睡醒了，太阳公公还没醒。你说谁呢？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凭什么删啊？这我的作品。把手机给我。不该。谁是猪？你才是猪呢！有本事你制服我！来，你给我。不该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还跟我闹。嗯。嗯。哎，看，出来了。还记得上一次看日出，是奶奶带我去看的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。谢谢你，严谨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悲伤的人看日暮，有梦的人看日出。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，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。我在利川待了3年，参与过几个大案子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，所以我啊，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，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，走遍整个世界。严谨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？我说正经的，严肃点儿。这样，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严谨，你真帅。纪晓，你可真聪明。严谨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我喜欢死你了。纪晓，我恨死你了，这辈子我都不要再见到你。严谨，你会骗我吗？当然会。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。
咱们住哪儿啊？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 请问一下，刚才2位男士住的哪个房间？在楼上舒适房。是朝西面对宁海的吗？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。你的耳环真好看。是吗？谢谢。找到一家很不错的客栈，在那边。 您的钥匙。一会儿见。你不吃？啊，我看你等会儿才到呢啊，飞机晚点。六哥，咱们这次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今天来的人呢，叫阿超，他是吴老板手底下的。这个吴老板可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那一会儿人来了，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 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给我好好看，好好听，看我怎么跟那共同仔做交易，怎么去验货。等你学会了，以后这个活就是你的，交给我这活儿。怎么了？不是你让我多提拔提拔你吗？是，多谢六哥栽培。这次交易，伟哥很重视。 所以你千万别给我出差错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六哥。严姐，严姐，严姐。 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的呢，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。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啊，事业心都很重，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。来了，超哥。 好久不见，奶奶啊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她年轻的时候和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那个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这位是我的小老弟 KK， 放心，谢谢人。那咱们老规矩，好，老规矩。我爷爷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奶奶一个人支撑起了店铺。 是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。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
哦，好正。K K， 把门锁上。超哥，怎么样？放心啦，老板那边我一定会把话带了。好嘞。利川有什么夜生活吗？有，有，肯定有。那咱们现在就过去。六姐，哎，你这个小兄弟靠过去吗？哎呀，超哥，你就放心吧啊，是他，没有问题。最近出了事儿，掐得紧着。走吧，帝王玉等着你呢。这个靠谱。哟，六哥。六亲爱的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哎，我女朋友在吗？路上不都是你女朋友吗？还有好多新朋友啊。新朋友。走，看看你。走。六哥，干嘛？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就不去了。胃不舒服？怎么回事？赶紧走。走。不是，六哥，我胃真不太舒服。我说你小兄弟，你进去就舒服了，人多才好玩嘛。走。哎，算了，别那么扫兴。超哥，我小兄弟刚上班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陪你玩。哎，不好意思。走。回去。纪晓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酒喝到一半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要不要买点酒，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晚安，丫头。
今天我去学校找过战宇，李川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提。看来这小子不是真心打算跟我们合作。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？再给他一点时间。已经没时间了，一次次机会摆在他面前，他自己不好好珍惜，再怎么帮都没用。我明白你这么做是为了纪晓欧，但是尽快破案才是我们的目标。咱们得尽快掌握小美人和买家的交易信息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对 KK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就连小美人也开始起了疑心，之前还答应我让我来负责运输，现在我提起这个事儿，他也开始转移话题。不会是你和纪晓欧去利川的事儿被小美人知道了吧？应该没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和纪晓欧有任何接触。我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，但现在是什么爱不爱的时候吗？只能委屈纪晓欧了。明白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现在刘伟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得想办法拿下小美人。既然他对你有非分之想，那就索性给他一个机会。只要他对你死心塌地，极力推崇你，刘伟就得让步。梅姐千里迢迢来到梨园，还不忘把段哥一起带过来，在梨园风水最好的公墓里下葬。我想段哥也会安心的。今天我不请自来，实属有些冒昧，但段哥的事儿我很佩服。我也知道段哥在你们二位心里有着很重要的位置。今天是他的忌日，我也应该过来祭拜一下。梅姐，我能不能敬段哥一杯酒？段哥，很遗憾这辈子没能做您的兄弟，但请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梅姐跟我伟哥一定会在梨园生活得很好，你安心吧。血流的太多了，我们还是去医院吧。
不行，枪伤必然会惹来麻烦。那要不然去你家，我帮你处理。鬼子，叫人去买一些处理伤口需要用的东西回来。你能行吗？没什么不行的，段哥以前受伤也是我帮他处理，我有经验。你开快点。货真价实的吧？既然你早已经决定了要接近小美人，干嘛还要在利川对纪晓鸥表白啊？情到深处，控制不住啊。你也不用生气，我呀，慢慢的跟你说。说的我都饿了。哎，给我做点饺子呗，我想吃羊肉馅儿。你的咖啡。哎呀，这有谋有故事的钻石王老五，还是搅乱了我们小欧的一池春水啊！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吧？你说这么大喜事儿，严姐也不说请我们去1/3搓一顿，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儿，不会是不敢见我们吧？他是去外地出差了。哟，这还没怎么着的就替他解释上了。去利川这2、3天腻歪的，回来见不着人，是不是抓心挠肝？小雨，你放着我来。拿水冲一下，快。不好意思啊。姐，你真的打算跟严妮好了？姐，他是个花心的男人，你千万别……严谨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姐心里清楚。好了，多注意点。手机置什么气呀？摔坏了可就真没有严谨消息了。完了，这回某人是真惹着我们家池青鸥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你还真把某人当盘菜了呀？是不是盘菜你都吃下去了？什么滋味儿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想的那么糟糕，没准人家严大老板是真的忙，这2天就没有时间回你消息。你要真想他，你就给他打电话呗。我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，我不姓季。那你姓严。逗你玩呢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女追男一点都不跌份儿，反而更容易把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可你以前，你可是不会花这些时间胡思乱想的。要我说，你就直接给他打，问清楚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都得干干脆脆的。喂，小华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，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，忙的妈都不认识。哎，我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儿，亲自到碎石轮店跟你谢罪。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，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张宇他母亲的病情最近应该稳定些了吧？哦，我最近有点忙，没顾上去他家。听战宇说一切都好。你还得叮嘱他们啊，让他们定期来医院检查。嗯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有啊，挺好的。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小严，你们还联系吧？偶尔。你和爸，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你和妈就放心吧。好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钱够花吧？季主任，你就这么怀疑你女儿赚钱能力啊？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方大小姐。严姐怎么说的？在迪拜都不够你腐败的，还操心我。回答问题。他说他忙着，不方便接我电话，回头再向我赔罪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欺负了？我呀，还是建议你去他家突击检查一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边好多东西在打折，我一会儿拍照片给你啊。先挂了啊。找严谨。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季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
你朋友啊？对，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。哦，既然是朋友，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那你们聊，我去看眼汤。好。严谨没有打来电话解释，更没有出现在似水流年。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删掉严谨的联系方式，忘掉这2个月的荒唐事儿时，我的生活里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加荒唐的事情。姐，你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姐好着呢。啊，有钉子！什么有钉子？老板呢？我就是老板。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，还让不让人活呀？先生，您确定这钉子是我们蛋糕里的吗？我来你这吃蛋糕，还亲自放一根钉子进去，诬陷你的，我有毛病我？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信不信我曝光你们啊？2位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给2位道歉。这单给你们免单，免单就完了。我要求精神赔偿。我们要赔偿！吃出钉子，你们看啊，吃出钉子来了！别脸脸不要脸！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！走就走，走！你们这家黑店吃出钉子来，我要曝光你们！要曝光也曝光你们！小心啊，你们啊，小心吃出钉子来啊！走！抱歉大家，请坐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请坐。姐，别太着急，做生意总有起起伏伏，不忙的时候刚好歇一歇。可是这2天店里太冷清了，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我看这些人都是刚注册的新用户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我把截图发你了啊。姐，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啊？
纪晓欧女士吧？谁呀？你穿的睡衣真好看。你谁呀？死变态啊！没事儿，一定是有人看咱们店里生意好，眼红报复。那天小欧姐还被锁到了店里面，我去找人拆了锁才开的门。其实我这几天晚上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纪晓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。最近店里怪事儿一件接一件，肯定是蓄意报复。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没有啊。上次有2个客人硬说在我们蛋糕里面吃出了钉子，那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放进去的。我们就说了他们2句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啊。我觉得咱们还是报警吧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报警没有意义，除非我们能抓个现行。怎么抓？我们可以在店外比较隐秘的地方装一个摄像头，如果这帮人再来骚扰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交给警方，这样警方就可以立案侦查。好主意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那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个照应啊。那行吧。你们从利川回来之后，严谨对你忽冷忽热的，战宇是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的？他当然是替我生气。赵廷辉，你今天是为了战宇的案子来的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我、战宇、严谨3个人的关系问来问去？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严谨也在死者的关系网内啊，我调查他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怀疑严谨？现在案件还在初步调查阶段，我们没有怀疑任何人。但是，只要是跟战宇有关系的人，我都要一一排查的。我炖了点汤，把它喝了吧。好，不用动。为了我差点连命都没了，喂你点汤没什么的。伤口很疼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躺个2天应该就好了。你说又得罪了什么人吗？段哥的仇家不少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追到这边来。人我已经让伟子去查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这2天好好养伤就行。今天连累你了。嗨，哪儿的话。家里人打来的，我现在这个样，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。嗯。
醒了，起来喝点汤。公司里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处理，你还过来照顾？这算什么呀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嗯，小心烫啊。好喝。我去开门。东西先放下吧，喝点水吧。严谨呢？还睡觉呢？已经醒了。药买了吗？在包里。喏。哎，刘总来了，梅姐刚煲的汤特好喝，我给你盛一碗。严总恢复的不错啊。那还得感谢刘总及时往这儿送药啊。先换药吧。你好。我来吧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这换药啊，讲究稳准狠，下手轻了反而处理不好。人抓着了吗？还没。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呀？我怀疑开枪的人不是咱们的仇家。这会是谁啊？是谁我现在不清楚，但我敢肯定的是，这事儿是事先安排好的。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第一，我的人把梨园整个翻了个遍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。我还暗查了红石帮和陆万金那几个仇家，都没听说他们派人找我们的麻烦。第二，通过子弹可以断定这把枪是射程在800米以内的中口径狙击步枪，精准度极高啊！所以对方如果真心想要报复，完全可以一枪命中。为什么他第2枪才射向了梅姐？第1枪是不是有意在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啊？第3，段哥忌日当天，严总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地，却恰恰在那天发生了意外，还让严总受了伤。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？刘总，咱俩相处了这么久，看来您还是不信任我呀。这些都是我做武警和缉毒警那些年获得的勋章，大概10几20处吧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处，是我身为缉毒警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，被毒贩击中了胸部，子弹击穿了我的护甲，离心脏只有0.几公分，我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。但我的好兄弟在那一回的行动当中牺牲了。后来我就退伍经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我怕死。因为我太知道了活下来有多么不容易。什么把子弹留给我，活着才是王道。刘总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？你不是没死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严姐为了我们差点把命都丢了，你怎么还能胡思乱想、胡说八道呢？还不赶紧道歉！严总，别急，我这不是也在分析一种可能性吗？是吧？你放心，开枪的这个人，我掘地3尺也要把他挖出来。
天天要骚扰我电话，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天天盯着我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小王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，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。你干嘛撅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。梅姐，吃饭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嚯，这菜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女人才做得出来的。什么有故事啊？好几年没下厨了，凑合吃吧。这好菜不配上好酒，说不过去啊。你不能喝酒。没事，少喝一点。既然要喝酒，那第一杯我先敬你吧。来，替伟子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今天他说的话确实有点过了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，我理解。他疑心重呢，是因为以前吃过不少的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些年要不是有他护着我，估计我早就被段哥的仇家给做了。刘伟他对你什么情感，我一早就看出来了。虽说啊，他是一个糙人，但他对你真的是细致入微。你就从来都没考虑过他吗？他怎么对我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对他，只能是兄弟。毕竟我们2个中间隔着一个段哥。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这辈子，刘伟都得管我叫大嫂。看来刘伟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。其实我跟他，在生意的经营上面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观念。我呢，是觉着只要能把眼前的生意做好就行了。但是刘伟什么钱都想赚，有时候还觉得应该干几票更大的。来，来吧，吃点菜，要不然都凉了。好，尝尝这个。这个排骨还是之前段哥教我做的呢。这手艺真不错啊。这段哥都这种地位了，还下厨做饭啊？刚混社会的时候做过几年厨子，后来虽然过上了打打杀杀的日子，但是只要有时间，他还是会回家做菜吃的。铁汉柔情。看过电影《甜蜜蜜》吗？其实我跟段哥挺像电影里边的李翘和豹哥的。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，父母都是农民。16岁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到了哈尔滨，在洗浴中心里边做事儿，按摩的。
去那儿的男的，大多都挺粗暴无礼的，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对你动手动脚。但是段哥不太一样，来的时候总会点我去给他服务，还会跟我聊天，给我讲故事。走的时候还会给我很多小费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男的因为我跟段哥杠上了，结果段哥当场就把那个男的捅了个半死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混黑社会的，还是个不小的头目。但我还是爱上他了。段哥后来也跟我说，其实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，觉得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虽然脾气很臭，但是人很真。后来你就嫁给段哥了吗？没有。算命的说段哥不能结婚。我也无所谓啊，结婚不结婚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不是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做他一辈子女人了吗？其实，在东北那些年的日子，过得挺提心吊胆的。但是我觉着，跟段哥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都挺温暖的。那是为什么你从东北搬到梨园来了？段哥死了以后，他手底下人不服我，是刘伟拼了命扶我上位的，不但巩固了势力，而且还替段哥报了仇，生意也让他做得红红火火。可能是因为段哥的关系吧，我就不想再在东北待了，想找一个一年四季都有花有草的地方，假装有温暖的地方，所以就带着他来了这儿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你。其实，有时候你跟段哥挺像的。梅姐，咱们俩能相遇，真的是一种缘分。我真心的想好好珍惜你。得了吧。刚开始接触你的时候，你可是对我视而不见啊，身边美女一直环绕着，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个老女人呢？我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对你的情感，我自己真的也不确定。但刚才听完你跟段哥的故事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，这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。我知道我肯定比不了段哥在你心里的位置，这我认了。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年纪，我还真挺喜欢有故事的女人。为有故事的人。为了尽快打通小美人这层关系，我不断撩动她的芳心。但我考虑到小欧的感受，始终与小美人在身体上保持距离。但我最担心的是，
还是发生了。我去开门。来了，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季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他。季老板是你朋友？我要说是红颜知己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你不也老说我身边总是有美女环绕吗？但难免会遇到那么几个自以为是的。这2个菜应该够你吃的了，这个留着下回再做吧。你的伤也稳定的差不多了，我先回公司。真生气了？没有，确实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那你慢点啊。我很了解小美人，她表面越是不动声色，内心就越是风起云涌。我越来越后悔把小欧卷进来。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，还让不让活呀？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我们要赔偿。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。等着啊，等着我曝光你们。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啊？其实这几天晚上我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纪晓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那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个照应啊。那行吧。味道不错，你们食堂自己包的吗？赵警官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，希望我提供线索，协助你们破案，我怎么觉得你还在怀疑是我杀了战宇？你在努力寻找我的杀人动机，你不停地追问我纪晓欧跟战宇之间的关系，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是因为感情问题杀了战宇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，死者平时的一些情况，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啊，所以你千万别想太多，你就把你跟战宇之间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，啊？我明白，不过你刚才那些小动作，把自己给出卖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咱们俩干脆直接一点。小雨，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，多喝点，好好补补。
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？这个长椅好好布置一下，肯定很舒服。姐，你给我个枕头和毯子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在这睡一晚上腰都会断。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，这个更不是问题。医院长椅？我上高中那年，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，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，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。小雨，你这几天就睡这儿。姐，这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除非你嫌我呼噜声大。姐，你怎么可能会打呼噜？我不相信。你就用这个枕头吧。我用那个垫子就行。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，睡觉格外注意，听话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先去收拾东西。姐，睡着了吗？没有。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前阵子你跟严谨去利川，都干嘛了？严谨是不是和你表白了，然后他又不认账了？小孩子不要问这些，快睡觉吧。姐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没有。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似水流年？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。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。如果严谨骗了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好了好了，一姐刀枪不入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伤到？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，连朋友都不算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姐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晚安。那段时间，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忘记跟严谨在一起的日子，反而记得更清楚了。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我爱上他了，早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他了。我第一次觉得，
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争气的抱有幻想，希望明天一睁眼，严谨就自动出现了。说，快说，是谁？说。说是谁？说。说。小雨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你要是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别打了，小雨，别追了，没事吧？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，那个人块头这么大。我小的时候个头小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。姐，刚才你要不拦着我，我绝对逼他把支持他的人说出来。其实，我大概猜到了是谁派他来的。谁？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，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呢？也是从那之后，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。姐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女的？就是她。你哪来的照片？那天晚上，我老师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，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。怕你难过，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。姐，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，也不会去他家找他，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，40年也不会出这事儿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天真，对他的期待太多。姐，你这么善良，和严谨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他接触。我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儿。忘了他吧，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姐，胃舒服点了吗？啊，没事了。行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哎，小欧，店里挺好的，你踏踏实实上楼休息吧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该下楼活动活动了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我可真是活久见啊！没想到纪晓欧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，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。你别闹，我是那天喝大了，犯肠胃炎，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好的干嘛把自己关烂醉啊？还不是为情所伤？姐，水。谢谢。事情原委呢，战宇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。我这2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，这女人开了一家水产公司，还有几个夜总会。她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。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，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。这要是事实，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。
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亲错亲过了吧？我求你饶了我，方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。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，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？哦，当初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追你，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闪人了。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儿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，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？真当你纪晓鸥没爹没妈没朋友啊？好，走。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，我开车送你们去。还是冯大哥给力。姐，你们还是别去了，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，我们怕什么呀？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，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。战宇，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，咱们就这么认怂啊？今天必须找个说法。走走，战宇，看店。就是这儿。商讨渣男市场硬仗，你能不能有点斗志？你淡定一点，我只是想就事论事。小欧，咱不欺负人，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。今天必须要有说法。老冯可以啊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，够爷们儿。走吧。走。走啊！我来。你说真够巧的，这个渣男。你看。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这找谁啊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借个火，有火没有？我这没火。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哟，这不是季老板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那些去我店里捣乱的人，是你派去的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还装呢？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，还恶意报复。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、毁坏他人财物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？怎么可能？纪晓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少带人过来捣乱，听到没有？赶紧走。现在该我们走了。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，求我帮你一块追纪晓鸥的时候，今天你当着纪晓鸥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纪晓鸥啊？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。反倒是你，出了名的拜金，朝三暮四不说，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，我真理解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你呀，严姐，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，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。小宝，咱们走。严谨，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：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那天回来的路上，车里异常的安静，
我听着风的声音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释怀了。眼井这一页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。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，一切都回归到眼井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。你慢用。小雨，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准备怎么样？肯定没问题。那加油啊！今天没事早点回家吧。好。出去！过来走！出去！你们干嘛？给我砸！住手！小雨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不要再纠缠在一起，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。小雨，没事吧？啊，小红，你没事吧？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，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，想欺负她。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？啊，是。当时我一看店都被砸了，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，可能下手有点狠。前后一共2、3分钟吧，那伙人就跑了，具体我也没看清楚。那你们先去医院，完事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跟你说了，我们没做没赞。跟你说话呢，我们没做没赞。老黄，季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哎。季乔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泼啊？你怎么不问问他对我做了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咖啡馆被砸了呀？想要钱哈？我有，我这张卡里有50万，够你那个破店来。
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。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。我纪晓鸥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跟她玩命！欢迎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让开！这屋给我砸成这样，连个交代都没有，往哪儿走？算了算了，你也是，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？瞧你有点出息。刘伟，放他走吧，咱们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你看看，这不是打红了吗？拿个冰袋来。那天是我人生中最耻辱的一天，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，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。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：纪晓鸥，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燕景这个混蛋。5年的心血，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。一个人坐在废墟里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，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，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：“小鸥，你记着，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，在痛苦中要忍耐，在患难中要喜乐。”
你有没有想过，战宇怎么就那么巧，拍到了小美人和严谨的暧昧照片？我刚才已经跟您解释过了，他是去见一个国外来的音乐家，在见面的地方碰到的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那个地方是一家高级会所，因为涉黄涉黑已经被查封了。什么老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种地方见国外的音乐家呀？你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战宇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去找小美人理论呢？他怕我吃亏受委屈。那他就应该像冯卫星一样陪着你去啊。除非他很清楚小美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希望你去。你说战宇认识那个女的，怎么可能？战宇认识的每一个人，你都知道吗？梅姐，刘总，聊事儿了。那我外面聊。你们俩。我来了。你不喝？我哪有脸喝茶呀？还生气啊？生什么气啊？又没出什么事儿。我跟那个季老板，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我想的哪种关系啊？就算是那种关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他又不配你。对，说的没错。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不值得。之前啊，是我做的不好，哎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。伤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能自由活动了。晚上我做了个答谢宴，表示感谢你的。太高调了吧？必须高调呀！我得让大家伙儿都知道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再给你加点水。我借着答谢宴的机会，当众挑明了和小美人的关系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而有种炫耀之势。哎呀，那几个朋友啊，这太能喝了。高兴嘛，喝点酒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。我也特高兴。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酒喝多了头疼了。没事呗？嗯。忍着点儿，去厕所啊。哥，这就是 KK。叫人啊，刘总好。总听六子提起你，说你人虽小，但办事很老练，嘴也很严。都靠六哥提携，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呢？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
合作伙伴。我警告你，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？说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3番5次来捣乱？别打了，小鱼。有人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，她的安危，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监视我。这意味着，在任务结束以前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远离纪晓鸥，任凭这场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？真不怕出事儿？月黑风高夜，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。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，我走探头盲区进来的，绝对安全。我就多余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，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不可以过来，要有见面，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。还是2字版的泡面好吃啊！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，盐子还是以前的盐子。等坏了吧？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？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别管了。还在惦记纪晓鸥呢？就是因为我，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。我真不敢想，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。用兵，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。你千万别打草惊蛇。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，只能苦了纪晓鸥了。哎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。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，你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来，再来，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鸥了？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唉，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
姐，来一趟我办公室，有事找你。好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替你教训了她一下。砸得好啊，砸得痛快，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。不过这么大阵仗，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我做事儿你还不放心？物流生意，我决定交给你做了。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，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。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，利润翻1倍可能都不止哦。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？吴峰。吴峰，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，这号人物我没听说过。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，我也没见着。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，人没问题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！刘伟来了，事情就严重了。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。什么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，心都碎了。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，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，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。即便案件终结，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。我厌恶我自己，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，想要逃离这一切，想要回到过去。哎，下午了，你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这味道你应该挺熟悉的。